哎，老公，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嗯30年的一个心痛的故事嗯啊，悲伤的故事，一个30年的悲什伤的么故事？故事。什么故事啊？你说说。嗯，就是我以前啊，小时候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丑，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给我起了很多外号，小胖子啊，还叫我大饼脸啊，大饼脸，就像一个谁叫的呀？就是那些亲戚啊，然后一些小朋友啊什么的，嗯然后就说那个是像我的脸像一个大饼脸，然后五官的话比较嗯小嘛，就是嗯，不明显嘛，像一扁平嘛，像一根大饼上面点了几个芝麻一样，芝麻大饼脸，那我觉得不是啊，芝麻小饼脸。脸呢确实不小，但是你的五官我觉得长得很大气，很大方啊。能镜头看看，镜头没有，看看，你看这是化妆脸是不的，小的，化妆的，没化但是五官妆的时候，很好啊。没化妆的时候，确实立体度上面确实是比较，比较扁平一些。然后小时候又不会打扮，老是在乡下玩泥巴的，然后穿的也都是别人给的那种旧衣服，嗯完全看不出嗯来好嗯看在哪里。然后晒的那个胳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自己骑那个自行车去，嗯3、4年级之后都自己骑自行车在乡下的学校里面上学，然后也没有什么防护，穿什么防晒衣啊什么都没有的。呃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很大了之后我才觉得这个地方变白了，之前都是这个地方黑的很，感觉像是自己带了一层防护色一样的，很黑很黑的。然后又是穿那种旧衣服或者脏衣服，然后长得也不好看，就看上去这个小孩子肯定就是越不打扮越难看，越不难看越不打扮嘛。就是乡下里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嗯，黑不溜秋的丑小孩吧。而且就是这个长得丑的这个观念也是，嗯不仅是就是说别人在说，家里面人也会觉得呀，所以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嗯，我爷爷就会觉得就会叫我，说我是萝卜腿，就是没有脚脖子，确实也没有脚脖子，就是没有脚脖子，然后这个腿就是比较粗嘛，嗯，就像那个大萝卜一样，萝卜腿，然后叫什么，就跟那个 Rachel 一样，他说没有脚脖子，但是我又胖嘛，小时候又胖嘛，就像那个萝卜腿，然后亲戚也多可爱呀，多可爱个屁，胖娃娃。然后他们还会嘲笑我屁股大之类的，因为梨形身材嘛，本来就屁股大嘛，这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伤害很大的。然后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个很丑，就是感觉自己的，所以我小时候包括我长得很大之后，我都没有很多的露肤啊，就嗯是吊带什么的，我连或者是那种无袖的啊，我可能是近2年才开始穿的。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也不要这么穿吧？那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城里人应该穿的好一点吧。我们乡下就是那种，而且不仅是小时候啊，大学了之后，那你穿衣比较自由了，对吧？那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相当保守，可能而且是我的话，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还在穿别人的旧衣服，你就是大学还穿谁的旧衣服啊？你我都这么我表大只了。姑的呀，嗯我就觉得旧衣服穿起来也蛮好的呀。那可怜嘞。其实也是因为自己不是很讲究，因为我从小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爸妈给我的传统。我爷爷呢是觉得我老是取笑我，给我取外号，嗯，然后我爸妈呢会安慰我说，女孩子丑一点没关系的，女孩是要靠脑子吃饭的。得亏读书好啊。对，要好好学习，靠脑子吃饭才能吃得长久，靠脸吃饭吃不了长久的。嗯所以虽然说有被鼓励到一点点，因为我确实成绩也不错，但嗯，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证实了我确实长得丑，是吧？而且我就是得，嗯、缺了这个，我得用另外的补上才行。所以我就更加的努力去学习啊，去考试啊，这样的好好嗯学习，就弥补我丑的这个事实。嗯，然后甚至他们会给我传递出一种感觉，就是，女孩子如果沉迷打扮、爱漂亮的话，就会变坏，就会没坏出息，女孩。对，就变成坏女嗯孩、没出息、爱玩的、不嗯正经的。嗯所以我也不敢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大二大三的那个时候，我都是穿的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穿点旧衣服也没关系，也没有想着去呃化就是化化妆啊，妆、做指做指甲甲，呀，嗯穿高跟鞋呀，穿那种漂亮的裙子啊都没有。一个呢是到大学的嗯时候也比较胖，虽然我现在还这么胖，但是我现在就敢穿那种无袖啊、吊带啊，我觉得无所谓啊。现在谁敢管你啊？谁敢啊？确实，人的自我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自我的肯定是非常，自己觉得嗯自己自洽，觉得自己是美的，那就会展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想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因为觉得自己哪都不行，脸也不行，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脸也蒙起来，觉得自己五官也不行，手臂也胖，腿也粗，反正哪都不行，脚也丑，也不想穿凉鞋，也不想穿裙子，更不想穿高跟鞋，然后嗯更不会穿什么吊带啊这种的，也嗯不会去卷头发、染头发，是吧？然嗯，后就越不打扮越丑，越丑就越不打扮，就不自信。对呀，不自信啊，也不想在这个方面努力吧，就会有一种没事啊，丑一点安全，丑我丑一点，我只要努力一点，学习好一点就行了。嗯，但是吧，我觉得，叫化妆不化妆这个事情啊，嗯我觉得有时候人化妆和不化妆其实差别还蛮大的，不只是他那个脸上的，嗯。就是他化妆之后，他整个人精气神啊会有点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我对啊，因为最开始，化了妆之后感觉自己变漂亮了，就感觉嗯，自己又自信又美又有活力。是这样，但是化妆这个事情其实是说需要一点技术，嗯然后还是需要有一点专业的人去帮你带一下。我记得我最开始接触化妆的话是大四吧，嗯大四的时候不是要开始拍毕业照啊，嗯然后面临着去面试嘛，嗯就是说尽量打扮一下呗，嗯更正式一点嘛。然后我当时记得我也是说要去，去参加那个，我记得是哪个银行的面试吧，想的是化妆打扮一下，还给自己画了眉毛，那时候开始就是还给自己拉了头发，就是整了发型，然后化了妆。但是你知道吗？嗯，这又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那就是一个，什么故事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可能是穷，嗯买的那种化妆品嘛也不是很好，然后技术又差，我们寝室里那几个同学嘛也是那种技术也比较一般的，然后就我感觉自己就画的很丑，这个眉毛就干的一下就一笔过下去，然后也没有说针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针对自己的这个脸型啊各种啊买嗯自己合适的化妆品，也没有人带你，然后自己画了之后呢还会被取笑。就记得我那天去那个银行面试完了之后，我去跟我的姑姑、表姑他们一起玩嘛，嗯一直在取笑我的眉毛，说我的眉毛画的嘛太长，像太直，太怎么样，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迈个一步，对，就开始人家指指点点，指指点点，你不敢了，你知道吗？然后嗯我当时也很无助呀，我就想着马上就要去那个面试了，我想找嗯个，说实话，我这玩意儿我看人家就像那个眉粉啊，我这眉毛本嗯来就很少，我看人家我们对面寝室那小姑娘长得很漂亮的，她眉形很好的，就那个嗯眉粉，她就这样，她就稍微涂一点，她这个人就很漂亮了。她本来五官也长得很好看，然后我自己买那个眉粉啊，弄一坨啊，因为我眉毛很少嘛，一坨那真的不就那个味儿，就是啥东西到自己手上往上画就不是那个味儿。然后我开始那个脸皮也比较肿，这个还是贴那个双眼皮贴多了之后嗯变成那个真的双起来了，脸皮嗯也比较肿，然后就整个就说不出来那个不对劲，所以我就当时很想就是有没有经验的人帮我整一整嘛。然后我当时去找欢欢，就是楼下的邻居他们，欢欢嗯还有什么，就是跟他们咨询一下嘛。嗯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去找个专业的化妆师帮你画一下，因为没有人帮你。你知道当时有多无助吗？就是有一种嗯，说不上来的感觉。没人帮嘛，对，没人帮，然后就是那种没有那个门槛没有上去的那种感觉。就进不了门，对，然后在那个时候对自己也非常的抠门，给自己嗯买的口红都是什么小几十的那种。我当时记得我妈跟我说，让她帮我带支口红给她，嗯然后我买了支很便宜的口红，然后她跟我说这么便宜能用吗？我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了？就是
得工作了好多年之后才舍得给自己买比较贵一点的东西吧。就是内心有一种觉得就是说，有不配得感。对自己不配享受一些很贵的东西吧，然后更不应该去在这个地方去钻研，就是变美的路上变得那个变不正经的路上去钻研吧。但是其实不仅是心里有这种感觉，而且实际上从外面的反馈来说也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我会有预感的呀。我发现这条路走起来没那么好走，就事先就预设这条路你不可以走的，你走不通的，就给自己设置障碍，所以就觉得我丑，行，我不画，哪里丑嘞？就慢慢开始那确实我觉得自己确实没那么好看，因为笑什么呀？说归说，笑什么？确实没那么好看，确实没那么好看。因为说实在话，我们的审美还是非常单一的。一个在中国，在我们乡下应该说，我觉得网上的审美比较，不仅网上吧，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父母辈或者说是一般的大众审美来说，对于女孩子，我认为就是比较说得上的，就是说瓜子脸或者鹅蛋脸，脸小小的，然后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嘴巴五官突出立起的，对，这种的对吧？那你看我站在哪一样呢？没有一样站的呀。所以就是从原生脸开始，就是完全就是跟着这个漂亮的模板是相反的嘛。我觉得那这样太难了。我如果要在这条路上逆袭的话，太难了，要不去动刀吧，我也不敢。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太难走了呀。那你现在不走上了吗？我也没有走上嘛，我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走出了自己的那个风格嘛。就首先自己认为自己是可以的吧，就觉得自己长得虽然说不是那个大众审美那一挂的，但是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对啊，特色。走出自己的路啊。还有一种就是关键是你从认识我到现在，每天都在我耳边说彩虹屁，你好漂亮，你漂亮，你说一句，你觉得？这是事实啊，对吧？那我说实在话，你现在跟我说我好漂亮，我还是会觉得你又是在说彩虹屁，又是在哄我开心。他是被死的。那你这个审美确实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呀。你这个审美确实有点不太一般，就像那个就像人家外国人一样，就是咱们中国人觉得那个小眼睛的，就是那种我们认为不那么好看的，人家外国人反而觉得这种是比较好看的中国脸，就是你还是算相对于比较特别的吧。我觉得大众的东西又不一定是好的，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特色的呀。而且像你的话，我感觉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啊，特别的能叭叭。这是好看吗？这跟好看有什么关系啊？特别能说话跟好看有什么关系？很有活力啊！你这说的就好像跟人家说，就跟我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你长得丑没关系，但是你会学习呀。不是啊，你很有活力啊，你整个人状态很好的呀，对吧？特别是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就让你的整个气质啊会变得更好啊，然后让你的五官，现在又会化妆啦，对吧？不像以前那么往脸上不知道什么东西往脸上一涂就好了。你知道有多绝望吗？就你知道吗？就感觉我当时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我发现我自己哪里有问题，我想去买这个东西就应该解决我的问题了。结果往上面一涂，问题更大了。就觉得我没救了，这也救不了我，那也救不了我，算了，死就死吧，就这样吧，别折腾。但是说实在话，这个玩意儿就是你跟我说了6年，你真好看，你好看，你真美。但是我从出生有意识开始，从小开始，20多年都是被那个你长得不好看，你丑，你大饼脸，你萝卜腿，你那个屁股大，你这个反正就没一个好真正哎呀，不要听他们的，听我的。你听我说嘛，那正常人来说，他30来岁了，前25年每天都这么被这么认为，而且他的眼神，就是他看着就是咦，这就是那种知道吗？就是有一种
就是而且你说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眼神就会能透露出那种对你的嫌弃和那种呀不是，咦，稀罕玩意儿。就是那种那种眼神看你，就比如说你穿了件你打扮一下，或者你穿了个裙子，他们就会有一种就那种。他们懂个屁呀。反正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小时候你比如说想打扮一下或者想干嘛，就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冷嘲热讽还是反正就嫌弃吧，就那种嫌弃对于小孩子伤害还挺大的。他挺会小时候他不太懂，但是他挺会看颜色，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对我自己，他对我是认可的、嫌弃的，我是受欢迎的，还是说是我是被讨厌的，他是很清楚的。对，小孩子对这方面我感觉一直很敏感。对，对的。所以你要明白，我内心那个种子被种了太久了，想要拔掉它挺难的。我这不是给你拔了6年了，对吧？6年，你得拔26年的杂草。哎，无所谓，26年咱也慢慢拔。但是人这回事儿，其实走出来的也太多了。说实在话，很多人可能30多岁走不出来这一关就走不出来了。我觉得大多数人走不出来。对，而且人对于自己长相这个东西啊，就是牵扯到一种深层的不自信，它是没有很客观的标准的。就比如说，我已经长得在这个审美的路上了，已经是小脸，已经是高鼻子，已经是大眼睛，但是多大是大呢？多高是高呢？有些人就觉得自己鼻子太大，高但大又觉得嫌弃，就会盯着自己那不好的地方，无限的放大它。对，就是这个心态可太差了。这个怎么说？这个咱毕竟不是一个工艺品嘛，肯定是有瑕疵的，肯定是有一些细小的一些肉眼可见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特色。但是你的不自信和你自己对自己不认可，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所以不管是真的长得丑的，没事，对不起，真的长得丑的，还是说长得比较好看的，甚至是长得美的，它都可以是不自信的。是吧？不自信的感觉，它其实是你能够感受得到的。对啊。但是这种感觉是，这种不自信对气质是挺致命的。对吧？我说相反，你也可以是很自信的，对吧？我就是这样的，别人模仿不来的，我就是我啊。又丑又自信。我觉得啊，自信的人啊，不会太丑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个气质在这儿，他有自己的气场在那儿。你头抬着和头低着啊，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是眼里有没有光？对，眼里有光的时候，你感觉你整个人发光的，他就感觉不到你那个难看的，他只会看到你好看的。笑什么？我在想，他的眼睛是个电灯泡泡，他就看不到他的丑了吗？就叮叮叮叮。不过话说回来，确实，确实是一个状态和他的一个神态，一种其实看人就是很综合的一个感觉，他不会，你自己会觉得自己哪个地方盯着自己看，但是别人不会，别人就看一个感觉，综合的一个感觉，对啊，甚至跟你的五官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的一种神态、姿态啊，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力啊，或者一种气质啊，然后他的谈吐啊，对，就后天慢慢的会影响会更多吧。这个是灵魂里的东西，灵魂散发出来的光辉，那不是说一张臭皮囊能比的。可能你就看中了我这点嘛，错过我的这个丑陋的臭皮囊，看到哪丑陋了？他错过了我这个好看的皮囊，错过了我这个普通的皮囊，看到了我有趣的灵魂吧。那我确实就是觉得，但是我现在也是在慢慢的养自己吧，这皮囊也是需要养的，就是你每天的这个纹路啊，就是说你的开心，对，你开心会带动的你的这个整个走势往上涨，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其实年纪长了之后，你的五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变化的，因为你的肌肉走势会变，你的各种神情，你的眼里有没有光，然后你的皮肤状态，甚至我感觉你的这个鼻子，我感觉我的鼻子好像也有变化，被我拔高了是吧？我不知道，就是感觉确实长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是啊，
像我现在每天我苹果肌都练得好厉害的。那我也是，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那整个走势就会上来。那你如果说每天都很垂的话，那整个就会往下走的，你就会长得不那么好看吧。那种疲态是遮不住的。还有你就别人说那个什么同气养人嘛，那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心态的养人，对吧？你整个人往上走的话，你自然就不那个。对啊，整个人是上升的，有散发出那种自信的光芒，你感觉就自己越长越好，越长越漂亮。这正向的反馈还是蛮重要的。对啊。所以我现在也是有意识的，慢慢的去养自己吧。就是比如说他们说那个30岁以后长相其实是就是看自己的嘛，就是前面30年是看父母给你的基因比例怎么样，后30年看自己的一个修养吧。对，是吧？对，生活修养。非常的棒，非常的棒，比悉尼那边也去了好多了。要把自己养得越来越好，壮壮，吃饭香香，身体棒棒，然后面色红润有光泽，笑口常开，好彩自然。好了，拜拜，拜拜。我好像还没有说嗨，大家好，我是 Leo。下一期补放。